OK， 好诱人的蛋糕啊！哎，李丹，来选一个，我请你吃。这么晚了还要点这个甜点啊？怕什么？你看我平时做这么多运动，就是为了要毫无负担的享受美食，不怕胖的。我是担心你摄入啊太多的糖分跟油脂啊，等一下你胆固醇啊会悄悄的飙高啊。听起来有点道理啊，不过吃一块应该没问题吧？问专家啦，来，可以吗？胆固醇有好几种，你分得清吗？胆固醇过高，身体会有症状吗？吃得健康，为什么胆固醇还会高呢？遗传性高胆固醇非服药不可吗？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本地有39%的成年人患有高胆固醇，也就是说呢，每3个成年人里面有1个的胆固醇是超标的。你是那其中1个吗？是这个胆固醇问题哦，真的是人人都有可能中招，所以今天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马上欢迎心脏科医生林俊斌，还有我们2位艺人嘉宾，欢迎陈欧宇还有洪昭荣，欢迎。来，欢迎3位。你好，来，有请。你好。说到这个胆固醇哦。我们这2位嘉宾哦，对，好像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好看不出啊，2位都这么帅，对啊，这么瘦。我感觉是我的遗传吧，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去那个身体检查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有了。所以我想说啊，我这么年轻，我这么检点，当时你知道自己超标有没有吓到？我吓一跳，真的是。然后那医生就很好，就说，哎，既然你有那个胆固醇遗传的话，不如你去照一个 CT scan。照了之后真的是有问题，心脏阻塞，我吓一跳。哇，我心脏阻塞怎么可能？没有啦，你别担心，对，这一条呢是很少而已，大概10 to 15%。哦，那还，但是它不会减少的，它只会增加。那我觉得很好，如果你知道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照顾你的身体，没错，照顾你的饮食，会没错。我的是超高的，我的胆固醇。我发觉到我40多岁的时候也是有那个心脏有点疼痛，有过2次，但是我也不管它。然后最近我再去 check 的时候，我还知道我有370，就是9.6。正常指数是多少？5.2左右吧。所以我也是一样很担心，所以我就去做那个 CT scan，有3条，只有1条 block。28%，还是想要问一下医生，到底什么是胆固醇？胆固醇其实是一种那个脂肪类的物质，它其实在我们身体里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其实是一种原料来的，它帮助我们制造一些细胞膜啦，一些重要的荷尔蒙啊，还有一些重要的维生素，比如维他命 D。它其实是身体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分。是，所以不要有一个迷思，以为说胆固醇就是不好的。对，我们需要胆固醇。对，我们需要。我们的胆固醇来自于自己制造的是70%，所以我们的肝脏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它可以制造我们自己的那个胆固醇，所以即使你不吃油身体也会制造这些胆固醇。那剩余的38%的那个是从我们的食物摄取来的，它们来自于动物性的脂肪例如我们的蛋黄啊、内脏啦，还有虾等。所以刚刚医生有提到说，其实胆固醇是我们的身体正常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那么为什么还要担心胆固醇呢？虽然我们身体需要胆固醇，可是我们每天需要的那个胆固醇的成分不多。所以如果胆固醇太高的话，它分布不均，会导致那个它胆固醇堆积在我们的血管的壁，导致那个血管阻塞啦，血管变硬，严重时导致心脏病、中风或者甚至猝死。所以重点不是说有没有胆固醇，而是有没有好的胆固醇，多不多，够不够，坏的胆固醇会不会太多，还有血脂会不会超标。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对这个胆固醇有初步的认识啊，不然这样好了，看你们平时对这个胆固醇的了解到底好不好呢？我们就来一个迷思，考验你们一下。好，第一题。胆固醇偏高就代表有高血脂，真还是假？当然 ，OK， 胆固醇来真假真好 ，OK。刚 King 姐姐她很快，当然，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胆固醇呢，医生不是讲说它是一个制造出来的一个脂肪来的吗？对不对？不过它脂肪有分好的跟坏的啊，所以你讲那个血脂就是那个血的脂肪，当然啦，说高胆固醇不是高血脂。我觉得血跟胆固醇是有分开的吧？血脂，它的血脂跟胆固醇分开了，不一样嘛。胆固醇你高的话，未必是你的血
血脂很高嘛。他的意思就是胆固醇跟血脂是2个不同的东西啊，是不是这样？这是真的。通常我们说那个胆固醇高，我们就是说那个血脂高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血脂不单单是胆固醇，我们也包括了三酸甘油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胆固醇高的话，可能是血脂高，也可能是三酸甘油脂高。那第2题来了哈。好。OK， 请问胆固醇偏低会导致脑部的细胞运作退化，真还是假？就是说胆固醇会影响你的脑就对了啦。我是觉得你胆固醇越高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头脑。所以你低的话呢，能够帮助你的头脑的运作会更好、更发达。胆固醇不管是高也好，还是低也好，都是不好的。你一定要正常的水平。OK， 因为医生也讲了，这个胆固醇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正常操作。对。所以你不可以高，你也不可以低。医生，真还是假？其实是假的，对。很极端的那种低，当然是可能有点不好。可是偏低的话，其实我们很多临床实验都证明说，它可以减少心脏病爆发、中风，甚至脑退化的那种可能性。OK， 来，现在我们第3题了哈。蛋黄会使胆固醇升高，高胆固醇的人呢，应该要尽量少吃，真还是假 ？OK， 要少吃是真吗？我觉得是真的啦，但是1天2颗应该没问题。我还是照吃因为蛋黄有很多其他的营养，但是不是每天都吃。OK， 就是可能1个星期吃3天这样。医生，答案是？答案就是真的。鸡蛋虽然有很多的营养 ，OK， 可是蛋黄里面含有的那个胆固醇其实也不少。通常如果没什么病的话，吃蛋黄多几粒是还 OK 啦，身体还能够控制。对，一旦一个人有高胆固醇的话，就表示你的身体没办法控制那个胆固醇，所以一般有高胆固醇的病人，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天吃1颗还 OK。那如果说他把蛋黄拿掉，只吃蛋白没有问题蛋白没问题，因为蛋白没有什么胆固醇。OK， 但如果有心脏病的患者呢，我们通常建议他吃的更少，所以1周可能不要吃超过3到4颗。好，不过重点是这个鸡蛋还是有营养，所以也不用完全不吃了哈。当然。OK， 来最后一题，问题是多喝水能够稀释血脂，真还是假？当然是假，因为哪有这么容易可以稀释那个血脂？如果就喝水就可以，人家吃什么药不用吃药，就天天喝水就好了。好像也这种道理。他讲的好像也是对啊。那这一题，医生答案是？答案是假的。厉害哦！哇，赵荣4题全对，哇，厉害！宏宇跟金姐3分，平手。对，答错1题而已。的确是有些人有这样的理解，可是其实血脂是脂溶性的那种物质它存在于血中。那水是水溶性的，它无法与血脂一起直接的那个相溶。OK， 所以多喝水是不能够稀释那个血脂的，对，也不能够减少你的胆固醇。好，那医生刚才也是有提到说胆固醇有分好跟坏，所以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先解释一下这个 HDL 高密度胆固醇，它其实也叫做好的胆固醇。OK， 它会把那个血管中多余的胆固醇回收到我们的肝脏，然后被代谢掉，有清洁血管的那种作用。OK， 它就像我们血管里面的那个清道夫HDL 越高呢，它就会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那个可能性。HDL 的理想指数是多过38毫克，或者是1.0的毫摩尔。第二个重要的就是那个 LDL cholesterol， 就是那个低密度胆固醇，也称为坏的胆固醇。OK， 坏的胆固醇如果太多的话，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血壁上，造成那个动脉粥样硬化。OK， 血管狭窄血管会变硬，甚至阻塞。如果要医治那个高胆固醇的时候，那个医生通常会针对这个 LDL 低密度胆固醇来把它压得越低越好，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中风心脏病爆发的那种风险了。理想指数呢，其实是跟个人的那个风险来判断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一点不一样的那个理想指数。所以如果说我们40岁以下没有什么风险因素啦，比如糖尿病啦、高血压之类的，那其实低密度胆固醇少过130毫克或者少过3.4
millimole 的话，其实就足够了。可是如果有一些那些高风险因素，比如说有糖尿病、肾病，或者是有那种遗传性的那个高胆固醇，那我们的那个目标就是2.6毫摩尔以下，或者是100毫克，就是要更低了。对，就要更低。那如果更高风险，就比如说中风的病人或者心脏病的病人，那个理想指数其实就是要少过70毫克，或者少过1.8毫摩尔。那还有一个就是三酸甘油酯，对吗？对，三酸甘油酯也称为甘油三酯，或者是 triglycerides， 它是我们身体储存那个能量的一种形式。OK， 所以如果摄取的过多糖分、油脂，TG 就会升高。TG 太高的话呢，就会导致心血管疾病，脂肪肝，对，还有胰腺炎。它其实是血脂的一种嘛。对，它是血脂的一种。喝酒也会升高。对，喝酒也会。那这个的理想指数要多少？TG 的理想指数就是要少过150毫克，或者是1.7 millimole。对。所以如果那个报告出来说你的总胆固醇的指数偏高的话，对，代表什么呢？说总胆固醇其实是你身体里面的全部的那种胆固醇，就是好的胆固醇再加上坏的胆固醇的总数。可是你不能够单从这 HDL 跟 LDL 的数字相加，因为还有一些那个坏的胆固醇的一些细项没有写在报告上。总胆固醇从我们的人口的研究显示说，如果总胆固醇高，我们的心脏病患的那个风险也是会高的。所以虽然我们医治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总胆固醇，可是总胆固醇也有它的功能性。我自己是那个家族遗传。对 ，OK。那大概是在什么年龄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情况？通常一般我们很少会在小孩子身上做检验，可是如果有家族性的那种遗传性的那种高胆固醇，往往10多岁开始那个胆固醇就已经开始偏高了，所以可以开始检验了。那要怎么知道是真正有家族史呢？首先要先验血来看你的胆固醇有没有高。那如果你的父母亲在55岁以下就已经有说心血管疾病或者有中风那就可能有那个家族性的那种高胆固醇了。那有家族史的遗传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呢？像我这样怎么办？通常我们会建议有家族史的那些人，从18岁开始就应该做体检了。哇！那如果那个检验出高胆固醇的话，就要开始控制那个饮食控制那个生活的习惯如果还高的话，就需要开始服药了。好，欢迎营养治疗师黄惠美呢加入我们讨论哦。你好，你好哈。你看，一开始我们就要玩游戏，要考我们了，对不对？要考什么呢？来。对啊 ，OK， 你们手上呢有6种不同的食品，它们都是会增加坏胆固醇的食材。OK， 所以你们尝试分类一下，看哪一个食品是属于高饱和脂肪、反式脂肪酸还是高胆固醇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宏宇跟昭荣的选择，高饱和脂肪是牛肉跟螃蟹，反式脂肪酸是椰子油跟蛋糕，高胆固醇是蛋黄跟内脏。我们是跟他们有一点不一样哈。OK， 我这样总结一下哈，高饱和脂肪呢，我跟 Kim 姐是有牛肉跟椰子油，那反式脂肪酸呢，我们是有蛋糕而已，那高胆固醇呢，我们是有蛋黄、内脏跟螃蟹。好，现在有请惠美来帮我们揭晓答案。首先，高饱和脂肪是什么样的食物呢？牛肉你们都对了，牛肉呢，尤其是肥牛啦，螃蟹跟椰子油其实是椰子油的高饱和脂肪。虽然椰子油是植物油，但是它的饱和脂肪是很高的。反式脂肪酸就是所谓的 trans fat 呢，其实呢这个呢蛋糕是属于反式脂肪酸的，而且只有蛋糕这个answer。高胆固醇呢其实就是这3个答案，蛋黄、内脏跟螃蟹。哇，厉害啊！厉害！哪里？还有接下来还有不一样的挑战呢。在这6种食物里面呢，您觉得从第1名到第6名，哪里一个呢杀伤力是最高的？那我们从最没有杀伤力排第6的开始好不好？应该是牛肉或椰子油你们呢？椰子油吧。椰子油吧。那我选牛肉好了。好来。最没有杀伤力的哈。惠美来，第6名是什么？第6名其实是蛋糕。
蛋糕啊 Are you kidding？ 对，蛋糕是第6名，第5名呢？来，第5名就是椰子油了哦。椰子油，就是椰子油。对我猜牛肉啦，不一样的，好不好？来，营养师，对，李腾对牛肉。猜的，哇，厉害啊！猜的，这完全是猜的。哇，牛肉可以吃多点啊。OK，所以椰子油应该是第4吧？第4了，不是吗？是吗？对吗？椰子油第对，因为他们一块的嘛。对，好，接下来就是3、2、1了。螃蟹。我觉得是蛋黄。来，我们请营养师来揭晓。答案是蛋黄。蛋黄，蛋黄是因为蛋黄还是有营养的。第2是螃蟹，所以最后是第1是内脏，第2是螃蟹呀，是内脏螃蟹。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杀伤力排行榜啊。来，第1的话就是动物内脏。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比如说知道自己胆固醇太高，完全不要吃动物性脂肪是 OK 的吗？是这样我们也不建议这么做呀，因为呢，毕竟动物脂肪呢，它还有脂溶性的维生素，就是我们讲的fat soluble vitamin A、D、E、K， 对，它们都是提供身体呢重要的脂肪酸呀，所以完全去除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饮食，可能不均衡。所以少量吃点什么内脏、螃蟹还是蛋黄是可以的。刚才惠美有跟我们提到那些高胆固醇的食物啊，那到底有没有一些可以降低胆固醇的食物？有吗？有，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呢，就是吃一些高可溶性纤维的食物。因为呢，这个可溶性的纤维呢，它会和胆固醇结合，多余的这个胆固醇就是以前呢，它会塞在血管，它其实就是这个纤维呢，就是跟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排出来。那比如说什么食物？比如说像谷类啊，燕麦的这些，还有水果，比如说像苹果呀，但是呢，苹果就要连皮一起吃。对，还有梨啊，或者是草莓莓类的食。好，那蔬菜类呢？蔬菜呢，就比如说像番薯、胡萝卜、西兰花这些。都是属于高可溶性纤维的，OK，还有坚果、豆类这一类也是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增加纤维的那个摄取的时候呢，我们要慢慢的上，因为呢，这样呢会导致到我们会胀气或者是便秘的，了解呀，所以我们也是要喝很多水。那另外呢，就是绿茶。绿茶呢，其实是一个富含抗氧化的一个物质，尤其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儿茶素。因为研究显示呢，其实是可以帮助降低 LDL，防止 LDL 氧化。要喝，但也不能够说我喝绿茶就取代那个药嘛。不能，它是一个补助降低胆固醇的一个饮料，但是它不能够代替那个药物。那牛奶在市场上也有很多，那我们要讲选哪一种是最好的牛奶呢？如果说您是要减脂或者是要控制胆固醇来说的话呢，我们会建议喝一些低脂或者是完全脱脂的牛奶。然后呢，如果是儿童或者是体重偏轻者呢，我们就会比较建议选择全脂的牛奶，因为呢，毕竟它们的能量比较高，而且脂溶性的维生素也比较高。特殊情况，比如乳糖不耐症呢，他们可以选择呢那种lactose free milk， 就是无乳糖的牛奶或者是植物奶。植物奶就比如说像豆奶、燕麦奶这些，对。但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市场上呢有很多这些燕麦奶呀、杏仁奶呢，它们的糖分都很高的，然后它们营养也比较单一，钙质跟那个蛋白质都比较低。对，所以呢，如果要选择这一类奶的话呢，就要选择加钙或者是无糖版的，对，不然的话那个营养呢就可能不太均衡。是啊，我平时在喝牛奶的时候，我都会特别选择那些低脂的，除了要补我的钙之外呢，确保不要增加我的胆固醇。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是有一些牛奶，它是含有植物固醇的，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买这种，它也是能够控制坏胆固醇嘛。对。胆固醇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控制的好的话，是能够逆转动脉硬化这个情况。近几年来有些临床实验显示说如果我们的胆固醇能够压得够低的话，其实是可能会稍微的减轻那个动脉硬化的那个可能性，但是那个幅度是非常的小的，所以最好还是一开始就不要让这个动脉硬化。肥胖跟胆固
醇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肥胖的人士通常他们的胆固醇都会比较较高的。可是我们不能够忽略说，瘦小的人也可以有高胆固醇，所以不管肥胖或瘦小，都需要定期的去做体检。其实肥胖呢是高胆固醇的一个根源之一了。OK 呀，尤其是那个我们所谓的腹型肥胖，就是苹果型的身材，肚腩，或者是那个啤酒肚。男性呢，我们会建议就是不超过90公分，就是36寸。然后就是肚子的那个腰围。对，女性呢就是不要超过80公分，就是32寸。这一类腹型的肥胖呢，会提高我们的胰岛素的抗体，然后三酸甘指数也会升高，它也会提高代谢综合症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三高啦。比如说一天吃2餐而已，对，能不能控制那个胆固醇呢？少吃的话，那个当然摄取的那个卡路里。摄取的那个胆固醇也会减少，但是我们也不鼓励少吃一餐了哈，我们鼓励少吃一点分量。其实真正应该注意的呢是每一天的总摄取，还有食物的选择和营养的结构了。其实呢，吃的时间不是重点呐。如果您的早餐、午餐呢吃的那些高油高脂的，即使你不吃晚餐呢，血脂还是会升高的。对，所以相反呢，3餐规律，然后它搭配的对的话呢，反而有利控制胆固醇。我常去超市逛嘛，然后我就看到牛奶，他们都是一些等级指标的，就是比如说 C 或者是 D 等级的。那我看到一些汽水的那个指标没有那么高的。那是不是等于喝汽水比那个喝牛奶好？其实呢，这些营养等级的一个评级标准呢，是根据食品的糖分还有饱和脂肪来给一个综合的指标。对，牛奶呢虽然是有脂肪，但是呢它还有其他很重要的营养。对，反而无糖汽水呢是完全没有营养的。所以说呢，喝牛奶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是要补钙啊。不过如果是有胆固醇问题的话呢，就记得要选又低脂又含有植物固醇的。林医生，这个胆固醇多久要检查一次啊？通常40岁以上的话，应该每3年抽血检验一次。那如果胆固醇高的话，那就应该每年都至少检验一次了。你本身没有胆固醇问题的话，预防也很重要。对，所以到底有什么预防的建议？我们建议大家多运动 ，OK， 管住你的嘴巴，少吃点油炸的高糖分的食物 ，OK。哇，今天聊了这么多呢，才发现原来这个看不见的胆固醇是蛮危险的。对啊，所以刚才你还想说要点什么蛋糕，我看还是算了啦，我们健康饮食。是，都戒了。好，这边谢谢林医生，还有营养治疗师惠美，还有谢谢宏宇以及昭荣，谢谢你们。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下次见啦，拜拜。